哦。那所以呢，尴尬其实在中日的关系现在也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到底要不要进一步经济交流？看起来官方是有意愿的，但是要交流到什么程度？又有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个大陆的游客的意外事件，怎么说？他跑去靖国神社哦，做了一些让对当地觉得很亵渎的行为啊，包括撒尿啦，包括各种的侮辱。但因此呢，日本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通知书送出去，撤销了11间中国旅行社赴日送签权。也就是说，当微博上面讲河水比尿脏等等这种言语在发酵的时候，旅游业者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哦，是不是现在日本不欢迎大陆游客？那如果不让他们去，接下来会会不会更扩散或更严重的问题？那甚至报道里面很多种面向，是来自三立新闻网的报道。他说有中国游客啊飞到日本的时候，被海关问3个问题，他呢就包括了什么你从核实资料啊，你有没有买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叫做你有没有买了回程机票等等的啦哦。那结果他说还好，我有买了回程机票，才证明没有问题，才放行。他认为在日本玩多久哦，有没有同伴这些问题，让他觉得心里很有压力，是不是？中国游客现在到当地去有一些压力跟问题，那日本游客也有这样的报道出来了，说抖音跟小红书最近很流行，叫做在潮间带捡海产的赶海潮，是不是有？我也搞不清楚，但这个流行到日本海岸去了。那到日本海岸去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可能会有非法捕捞，或者是集中在高级水产品啊，这么好捞啊？伊式龙虾、海参、鲍鱼这么好捞，我是不知道有这么容易吗？但总之他还留言说挑衅来抓我，这个变成新闻，那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官方对于中国却没有想要真的把它踩到死，让双方到翻脸的地步，所以日本相对的谨慎。就算美欧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日本现在仍然是保留，没有做这种相关的跟进跟报复。所以冲绳跟美方的关系也一样紧张啊，因为冲绳知事很长期的表示，他不希望美军继续驻打在这里。而这次的消息是传出来说，美军将撤出将1半的这样的人力军力，从第1岛链撤到第2岛链去。这个人数呢，是今年12月开始将开始做的事情，把1.9万的美军当中的4000人移到关岛。5000人移到夏威夷，这样分开来去派任啊，所以让冲绳美军缩减到只剩1万人左右。这是为了把部署扩大到其他的区域，第1岛链、第2岛链的分散，还是真的因为冲绳当地的不满呢？冲绳县刚刚完成了一个议会的选举，很不妙，就是相对这个之前一直希望美军离开的知事玉成丹尼派沦为少数败选了。不过败选的还其实不只是这个所谓的玉成丹尼派了哦，岸田文雄也一样啊，在议会的选举大选里面一直处于弱势，甚至最新的民调里面可以低到19.1，这是这个全日本新闻网民调调查长期以来最低，第一次低于20个百分比。所以对于现在的现况来讲说，是不是对于接下来岸田文雄还能够留任都还是大问题的时候，要抢救自己的民调，每次都是出国去看可不可以从外交抢回来。所以下个月要准备访问德国了，各种什么矿业合作、AI 供应链，有没有机会把民调赢回来？否则接下来他的政权恐怕也要不保了哦。赖教授，因为中日之间的这个各种情节，现在发展下来，其实都同样影响了让一直在完全依赖美国、往美国靠近的岸田文雄他的民调情况。岸田文雄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往下降，而且严格上来讲，现在已经降到史无前例的最低了啊，14点多的百分比的支持度。理论上讲，在过去日本的政坛，他们的传统，他早就应该要辞职了啊，要不就是他们的自民党内的总裁要改选，要不就是要解散国会要改选。但是很明显的，岸田文雄他坚持不卸任。不过我觉得9月的时候，他们改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因为连他的党内的反对派也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如果自民党的支持度这样一直，因为岸田也把整个自民党往下拖了，如果再往下拉下去的话，到时候自民党搞不好会再一次哦，这是在历史上等于是第2次，如果再出现他的政党垮台，那是第2次了啊，政党轮替。因为在日本来讲，政党轮替真的是很罕见，曾经只出现过1次，很短暂。然后如果这一次在第2次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于自民党来讲会是重挫，因为在野党他一定会好好的把握住机会，所以在野党一直要求岸田文雄要辞职，解散国会提前改选。可是看起来目前来讲，岸田文雄虽然坚持不肯，但是他的党内的人已经开始有意识让他下来了。那他的政敌，党内的政敌也已经摆明了，
他不排除要出来选。所以看起来岸田能不能再继续干下去，我们一般估计都认为不太可能了。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往国际上跑的时候，世界各国的领袖已经不太把他当成一回事。一个即将要卸任，可能就好像那个苏纳克一样，英国的首相，你看现在他去哪里，没有人要写他新闻，因为很有可能再过几天他就下台一鞠躬。7月4号，英国的改选笃定保守党绝对输，工党赢。苏纳克下台一鞠躬，所以没有人理会他了，甚至连拜登其实也越来越少人理会了啊。所以岸田文雄他下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的情形下，他的国际的影响力，大家都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跟他谈事情。那另外，我觉得琉球群岛的问题是这样子，美国事实上早就知道，他部署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基本上都是在解放军的有效的打击范围内。所以他很早就进行战略退却了，你也可以说成是战略转进，也就是说避免遭受到解放军的第一击。所以他事实上已经很早就把他的战略武器都转到这个关岛还有这个夏威夷这个地方。然后他现在要求日本的是在于日本的东侧，就是离解放军更远的地方，日本的东侧的这一些小岛。这个小岛是有人岛，然后要日本花钱把它整顿成为一个临时的海军跟空军停泊的军事基地。那也就是说，要给它供电供水，然后做成为军事基地。也就是美军如果到时候要驰援日军作战的时候，这个地方要作为跳岛用的一个战术。可是他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其实已经陆陆续续在撤了，因此他现在的空军都已经不再是永久长期部署在日本了，他现在是任务编组，也就是说，他的飞机是不断的在做转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很早就已经算出这个他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如果跟解放军冲突，他会都被摧毁。所以现在他要日本打第一线，韩国打第一线，现在事实上也是要菲律宾打第一线，美国撤到后线。那这样的话，他可以驰援作战，但是他避免被打在第一集中被摧毁。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不是这个琉球的这个知识他努力反美抗议成功，不是，是他们早就在做转进了。为什么？因为日本的中央政府他们根本不在乎地方政府，特别不在乎琉球居民的意见。琉球人对日本人来说是2等人，并不是1等人，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所以当时琉球的知识也反对把渔闹国岛军事化，他一样把它军事化嘛。是委员看到中日关系当美国在邀请了岸田文雄去演讲国会演讲好像在给了面子，但是他到了 G7 他当然他后来也去跟中国大陆有对话，希望再把合作捡回来。可是 G7 还的确是被冷落的呀。那问题是他现在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民调低吗？可能被换掉吗？以至于现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也就显得相对尴尬。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真的要好，实在是不是很容易，它根本上地缘政治的问题。这2个大国在东北亚这个地方，他们的势力在这个地方重叠或冲突嘛。所以呢，中国弱的时候，日本就侵略中国中国强的时候，当然也打过日本，像忽必烈的时候这样。不过这些年来日本人其实最早的心态是看中国大陆是看不起的你的制度很差劲你很落后他有些还是停留在二次大战期间，或者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那种中国腐败的这种清王朝留下来的这种包袱。可是后来中国大陆的那种快速的进步，韩战当然给日本一个很大的震撼。韩战的这个结果日本人被美国人打得很惨。可是韩战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死了很多人，军人死了很多，可跟美国基本上打成了一个平手虽然他重创这个军队重创，所以日本是觉得有点佩服了。到后来是这些年来，日本认为他的经济只有美国比他强，没有想到中国大陆快速超越他，所以这边有嫉妒、酸葡萄，还有历史上本来就藐视，还有一些的愤恨，比如钓鱼台问题，就你一直咬着我不放这样，所以是很复杂的心理啦。我觉得他们要改善不容易，原因是因为日本现在的选择其实一直都是跟着美国走。所以田中角荣那个时代很短的一段时代，敢跟美国人对抗，其他大部分的时候，日本人作为一个被美军
驻扎了5万人在土地上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本身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所以呢，他就只有选择跟美国人走。所以我认为他要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不太容易，因为美国选择要跟中国大陆对抗。是哦，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他不缺国际场合曝光了。2022年，拜登到日本访问，拜会了天皇也跟这个首相也见了面。2023年的1月呢，这个岸田又到华府在白宫跟拜登举行了所谓的高峰会。2024年今年4月9号，他又去了，又在进行了白宫的这个战略的这个高峰会，这样，所以他不缺曝光度。G7 不讲 ，APEC 也不讲，他都参加了。问题是你日本的经济不行，人民对自民党政府的表现非常的不满，而且认为你保守、僵硬，而且腐化。我们只要看一下今年的4月28号的投票，改选3席众议员，全输。在这个东京一个区输了，长崎也输了，岛根县也输了，3输，所以人家就认为说，你这个自民党看起来不行了。现在就是立宪民主党大概取而代之，一般的看法是这样子。但当然，这自民党它本身非常有钱，它跟财团的那种勾结，就是那种联系啊，我们不要讲勾结了，连结是很深的啦。所以选举呢，有钱总是好办事，不管做广告什么都容易嘛。所以他还是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啦。可是以现在的人气来看的话，自民党应该会大败哦。我看这个岸田是非下台不可。因为我们看到G7上，连他同党的人都不找他吃饭，把他丢包，尴尬啊！严老师怎么看这个中日之间的发展？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这个岸田文雄也不要太难过啊，因为你的状况好像比英国这个苏纳克好一些啊，因为苏纳克可能他那个席次会低于100席哦，这个很惨的哦。对，那然后我们看最近的，包括印度，你说这个莫迪也选得不好嘛，对不对？一党也没有办法过半了啊。那同样在南非也是，同样这些大国的今年不是好的选举年哦，法国也不好，然后那个加拿大，你看那个杜鲁道也都不是很好，所以真的今年就是时间点真的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特别要提一下那个晋国啊，因为我自己要特别去看一次，到底里头写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确实有争议啊，我自己看完，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他也跟我讲，他说如果美国人真的好好看完，会非常生气，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军国主义，美国当时为了要打倒军国主义，结果竟然把他们美化的这个样子。所以他说美国人今天是因为跟日本关系好，所以没有去看。如果好好的看，要检讨。但是呢，你要去那边撒尿也是不对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对。但是大陆的游客确实在有一些地方。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声音最大一定是他们啊，或者就是说这个要求采购啊，什么东西，那个就是有一点点我们讲说财大气粗啊，那确实这是他们自己要去改善的部分。但我觉得日本跟大陆啊这个关系真的不容易改善，除了刚才玉芳委员讲过这些历史的这个脉络之外，日本现在这个非常难过是90年，他们以前也看不起韩国。结果现在发现韩国很多地方也都超越它了，然后再加上大陆有些地方也超越，所以日本这个以前是你知道，他当初说是搞什么东亚共荣圈，是我带头带着你们走向现代化，因为我是第一个搞明治维新走向西洋这个现代化的国家，我要作为亚洲的这个领头羊。结果现在，这个以前的殖民地韩国好像已经跟他并驾齐驱了，甚至有些地方超越他了。那大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日本这个心态啊。那加上他们这个日币现在贬值的，好像就变成是很多的旅客会去，包括台湾嘛，一大堆人去日本。我也刚从日本回来哦，就是你会去是因为他的。日元很低，那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啊，对日本人来讲真的也是很不容易。那冲绳我这次也去看了一下冲绳啊，那我觉得冲绳确实啊，他们因为它有一个独立的传统，那所以你就不可能说它是完全属于日本的一部分。那然后再加上因为日本配合美国弄这些基地，弄了美军在冲绳这个行为也是不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美军撤出来。当然，战略上面是对的啊，但是另外一个也是
就是你已经很不受欢迎。说老实话，你离开也对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在冲绳是这样，但也还有1万人，也算是蛮多的，就是。但减少很多了，一半了，差不多。世界各国很多的刚刚提到的选举的政局都可能要变天动荡当中，当然更动荡的就是战争啊，例如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南北韩随时都有可能发风险擦枪走火。那时隔24年，普京要访北韩，要见这个金正恩，哇，这2位世界狂人政治人物要见面，18号到19号，这个访问受到了世界的瞩目。紧接着，普京还要再去19号、20号访问越南，他特别在行前发表感谢平壤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坚定不移的支持，两国准备好对抗西方集团，将发展出一种叫做什么呢？不受西方控制。替代性贸易跟互惠结算机制哦，结算机制哦，那是又是一个货币的概念吗？还有韩国情报部门特别讲，俄国呢朝向预计呢会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建立相当于有4动军事介入水准的这种紧密军事合作，也就是说，一边的盟友就像所谓美日嘛，可能不太一样，这两个可能更紧密一点。一旦朝鲜有战争状况的话，俄罗斯可能立刻的采取军事介入，那这会什么后果？路透社报道，韩国的副外长金宏军跟美国副国务卿哇紧急通话呀，警告平壤跟莫斯科绝对不能有更多的军事合作。但就是明明也看他们就要合作了，我们要说警告你们不可以合作，这有多难？坎贝尔形容普京可能会给金正恩像黄金一样可以保值的强势货币来咯，或者是供应能源，或者是更进一步叫做核导弹。毁灭性的军武研发技术，这才是金正恩最想要的吗？更可能才改变整个朝鲜的局势吗？全球核武大增核武这个议题过去一直在所谓和平组织里面的推动底下，希望大家降低，不要有那么多看到原子弹在日本发生的事情再发生。但是呢，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这几年以来不断的各国都一直在增加拥有核弹头，其中拥有最多核弹头的呢，美俄英法这么多国家里面，到2024年1月，全球估计一共有12100多枚，其中有9585枚，它们分为各种的类型，是随时可能使用的。而9国里面呢，美俄几乎共同拥有的是90%的核武，那扩充最快的是中国，多了90枚。但无论如何，大部分的核武在谁手上？美国跟俄罗斯。所以这个组织告诉大家说，目前人类正处在史上最危险的时刻。如果大家都互相伤害，都拿出核武来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局面？所以这个报告还推测说，中国首度把核弹头纳入经常战备之后，拥有500枚以后，未来的战备有可能也会赶上美俄两国。有数字核武的花费来看，就会知道，其实国际核武讲了半天，尤其是美国会限制伊朗现在其他国家不可以发展核武，但其实预算数最大的支出其实就是美国。美国有这么高的数字，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对于核武的重视也是如此它的所有的其中的美国的支出是比其他的8国加起来都还要多。所以中国的核武技术是不是也在往前走，使得美国很忌惮呢？当然是如此。美国智库告诉大家说，美国的高科技核电技术落后中国15年吗？中国的领先优势呢，是在于国家配套政策，投入大量的资金，有27座核反应炉，平均建设的时间才7年，远比其他国家快。那很多的核武技术上也会成为技术领跑者吗？这是美国智库对外公开的说明而澳洲学者是说，中方希望能够加强跟澳洲在关键矿产合作的时候，不管愿不愿意跟这个合作可能产生的矿产产生的效应，美国反对，但因为美国没有技术只有中方可以有这些矿产的应用的时候，美国当然是看不下去。赖教授，这2位世界狂人普京跟金正恩要见面，可能的影响这影响一定很大因为普丁已经把他的国家政策确定了，就是向东看，因为他在向西这个部分，他估计1代2代间受到封锁打压，已经跑不掉了。那现在俄罗斯的这一代间的人已经跟欧洲、美国、西方等国家相互对抗，仇恨已经形成了，所以至少1代间不能改善，那他必须要往东方来看，东方看他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那还有一个国家，他就必须要恢复
过去好的关系，那当然就是朝鲜了。北韩、俄罗斯他们过去的关系很好，在斯大林时代，后来在苏联崩解之后啊，他们的关系就冷下来了。那现在很明显的，普丁又要重新把它炒热起来，估计可能会有平壤宣言，那也就是全面化的俄朝的关系就要打造起来。这里面包括您刚刚谈到了经济合作的部分，经济合作那相当有可能就是俄罗斯满足朝鲜所需要的，也就是你美国或者安理会的任何对朝鲜的制裁，对俄罗斯都一概不适用。所以朝鲜的所生产的所有的东西可以卖到俄罗斯去，那俄罗斯也满足朝鲜所需要的所有的物资，所以朝鲜可以从俄罗斯那边进口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那他们的货币交换可以用本币交换。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一个强项2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能源够多，第二个就是它的黄金够多。而黄金对于平壤来说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很有可能他们的交换机制或者是用金本位制来去作为一种考量，也不能排除。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对于交通这个部分，因为俄罗斯现在在说服朝鲜例如说把图们江把它变成一个国际的，就是说可以不但只是俄罗斯朝鲜要把它变成朝鲜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可以走的国际和流域通道。那当然整治需要一段时间，可是一旦打通以后，大陆的东北的发展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吉林也就是说吉林省的很多的货物就不用再往南走了就不用再往辽宁方面走，就从图们江就可以出口了。这个对于整个东北的一个发展也很有帮助，很有可能在这一次普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说服金正恩同意。其实最关键的地方是在哪里？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于武器的问题。核武核武的大家最怕的是这个吧？因为朝鲜已经有核弹头，目前估计有20几枚的核弹头，可它需要的是载具，而且是稳定能够打到12000公里远的载具。那这个就是卫星技术嘛，所以很有可能俄国这一次会大力的协助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的这个推进器把它改善，因为前面几次的试射都失败，这个失败对于朝鲜的核武发展来说，那是一个重大的挫败。我估计可能这一次俄罗斯会协助朝鲜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但是朝鲜要满足俄罗斯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在乌克兰的地面部队的火炮、弹药，那这个部分里面可能是朝鲜负责供应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打地面战，它的武器就地面的武器跟火药会更多。另外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因为俄罗斯调动了很多的青壮的男子，几十万人投入这个战争，他的劳动力这个部分缺乏，那很有可能就会从这个北韩这边调劳工进入俄罗斯去工作，要不就在他的国防工业，要不就在建筑业，因为有很多像扎波罗热啦这几个战争区，那么有一些城市要新建要改建，那很有可能就需要这些朝鲜的劳工来帮他们新建。我觉得这2个国家的合作其实会让韩国、让美国压力很大。我最忧虑的一件事是什么？我最忧虑的一件事是在最坏的状况下，也就是说，如果北约大量的介入了俄乌战争以后，最坏的战争的情形下，因为过去斯大林曾经成功说服金日成发动了这个朝鲜的战争，那你也很难排除俄罗斯普丁不会仿照这个斯大林，那么成功说服金正恩对于南韩有发动一些战争。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最坏的状况里面就是说，你美国在欧洲搞了一个代理人战争，找了乌克兰作为代理人战争，那俄国也可以在东亚这个地方找了一个朝鲜作为代理人战争，直接跟你美国交战。这个是最坏的状况，当然成功的可能性比较低，但尤其是中国大陆很不愿意它再度发生。那问题就在于未来的局势，谁知道呢？那很难说，因为普京跟金正恩不就是世界上最很难预测的2位政治领袖吗？这2个人见面，当然西方世界一定相当的紧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核武对
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当然北韩现在手上跟俄罗斯要合作的可能性，大家最担心。你看美国或其他的国家，俄罗斯他们所拥有的比例是全球核武的90%以上。其实很多的战争啊，原本要爆发，因为有核武没有爆发，原本可能爆发的更大，但是呢，因为有核武的原因，大家担心，所以没有变那么大。譬如说，美国人打了韩战，苏联为什么不敢派兵进去？担心就打核战了，因为他1949年才试爆了第一枚的核弹，而美国在4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他不敢进去。接着，你譬如说越战，这个美国进去了。苏联跟中共一直送武器援助北约，不敢真正派军队进去打仗，因为怕核子武器在战场上爆发，核战双方都会惨死。到了阿富汗战争的时候，苏联把军队派进去，占领了将近10年9年多。美国中情局援助刺针飞弹，美军敢不敢进去？也不敢进去。美国打伊拉克，这个苏联军队也不敢进去。俄罗斯，这个就是因为核战有它的那个，所以你看现在。乌克兰战争，我要讲的是重点在底下。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进去了，美国敢进去吗？法国人还想进去，美国人他根本就不愿意进去，为什么？也怕打核战。我要把这东西带回到台湾来，要跟一些朋友们讲，两岸我也不会像某些人鼓吹说马上就要打仗，我不认为啦，我认为北京有它的冷静度啦。但是现在要讲一件事，如果万一打仗了，你觉得美军一定会来吗？不敢。我看是。参考乌克兰的战争，美军会想办法，虽然会很困难，因为台湾四面环海，不像乌克兰战争，它透过波兰很多国家都会送武器送援助进去。台湾被封锁是真的会比较难，但美国一定会想办法用尽手段输送作战的物资到台湾来。虽然限度，虽然困难度很大，可是美军我们千万不要期望美军会进来打仗。现在就要讲到主题。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一次的花很大的力气在研发核武？他就是想，我虽然没有你美国多，但是我希望能够接近你，来构成核子武器1000枚跟500枚差距不大，2000枚跟500枚差距也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个地球吃不下那么多了，对方吃不下那么多了，所以哪怕你只有几枚，我告诉你，人家对你就要非常小心。没错。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国家拼命要搞核武。核武的核主的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很小心。当然了，北韩跟俄国是互取手续啦。北韩经济不好，它的农产品常常都不够，要从外面买粮食。中国大陆有时候理他，有时候不太理他，所以俄罗斯拿炮弹来换，粮食换炮弹，粮食换军事科技。现在大家知道，美国以前以为北韩进步，军事科技进步这么多。旁边的中国大陆帮助很多，因为韩战你都帮他打了嘛，苏联还没进去呢，对不对？错了，事后发现多是俄罗斯、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帮助他人造卫星、潜舰也好，核武、弹道飞弹，都是苏联在帮忙的。所以也就是说，南韩真正要担心的是，北韩会变得军事上更加的强大，对他来讲。会构成更大的威胁。这次见面当然就给更多了。马上回来。世界很乱，各种的战争或者是政局的不稳定，但这两位普京跟金正恩的见面，又是大家另外担心的，会不会有其他的后遗症？教授。我觉得第一个，这韩国这个副外长跟 Kirk Campbell 通电话说，警告平壤跟莫斯科不能有更多军事合作。那你美国跟南韩的军事合作，那算什么呢？就是好像只准你有群主，别人都不能有群主。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啊。那讲到核武，我必须要讲，刚刚这个林委员有讲到，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觉得说核武包括冷战期间都没有出现过战争，就是有一种我们叫做相互保证毁灭嘛所以大家就不会打。可是你知道也有另外一套理论，觉得说我还可以打一场核武，然后还会赢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大家继续发展这么多核武。
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到最新的几个消息，都是跟两岸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当整个所谓的台海中线似乎已经再也看不到的时候，常态的各种中线越过的形态，或者甚至环台的各个角落，都会发现 surprise。那又有各种的这个意外发生了吗？例如15号发现在北边宜兰外海36海里发现了大陆的电子侦察舰。那么三面包夹吗？27艘的共机骚扰、共机舰艇出现在南台湾鹅銮鼻，无人机逼近有39海里。东边16号又有驱逐舰、飞弹的护卫舰出现在宜兰外海。不用讲了，昨天还有民航机，不过这个是有经过通报的，经过了马祖、金门的上空，民众这个民航机飞越金门境的上空也有15架次。解放军的核潜舰，这个是在澎湖渔民发现的，出现在领海基线外11.98海里。那对于金马还有这个沿岸的民众来讲，随时可能发现。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发现呢？会不会像淡水渔人码头那艘快艇一样？就最后我们的官方才会发现吗？他们祭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鼓励渔民来举报就是说，如果目击疑似共军的像这样核潜舰被发现的情况下，可以发奖金3万块这种公布的消息是要渔民来帮忙通报的啦也就是说，我们在侦测敌情的部分很需要民间的渔民来帮忙才行。淡水卖阿给的这个阿嬷也要帮个忙。所以当美中的较劲的时候，台湾的角色是成为什么样的关系呢？金融时报这篇报道余波荡漾，我们讨论了2天。金融时报报道其实是已经2023年的事情。习近平跟冯德莱恩欧盟的这个见面，其实理论上是私下的见面。因为这个消息里头的内容指出来说，过去这个时间点的报道，为什么现在要把它提出来？说习近平曾经告诉冯德莱恩，美国试图欺骗、诱使中国去入侵台湾、挑衅啦、挑拨啦但他不会上当。这个消息已经有各方否认了，包括冯德莱恩，他说没有这样说，这是私下的谈话，不会违反外交的惯例去做出任何的透露。国务院在美国的部分，今天由发言人公开的出来驳斥，说这个报道当然是不正确的他一中的主张跟原则没有改变过，现在只有中方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表示。那来看看中国大陆用的是哪些方法来展现他对两岸关系或者是中美对抗他的态度。大陆在设这个潜鱼雷的威力演习上面，我们可以看看画面，这个威力看起来是很厉害的。这个把鱼雷射出去之后，遇海吉074型巨大的爆炸声中，就可以看到直接炸离的水面，再重重摔下。这一艘船就代表着他们所研发的这个潜射鱼雷的威力是有多强大的。那么同时在海景上，南海的升温也是大家国际上都关注的焦点。中非两国都在南海一直不停的发生冲突。这次撞船呢，其实17号我们在报道分析里面就已经看到了。中方是直接公布了影片，说是对方刻意的一直靠近，一直靠近，以至于到互相擦撞了。互相都是谴责的。菲律宾是大陆海警局是说，是菲律宾以不专业的方式故意接近。菲律宾是说，中方说法不足信，是误导跟谎言。不过这次我们倒是看到陆方公布的可是影片，很清楚的看到画面的内容。所以当菲国国防部长说要继续抵抗中国在马尼拉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领土上做出危险跟鲁莽的行为的时候，整建的各种飞弹基地布拉莫斯数个月之内就要所谓试射的系统，射程被说可能涵盖黄岩岛。而美日加菲4国的军演，昨天就是6、17连续2天也在南海马尼拉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特别发布新闻稿表示，演习的目的在哪里？要维护航行跟飞越的自由。因为呢，这个中方已经宣称，他既然已经取得了这个到时候登艇、登船去检查甚至拘留的权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个状况呢？而菲律宾申请的扩展南海大陆棚的概念，要把海域拓展到350海米的情况。
况之下，有没有可能联合国会同意这个所谓的延伸主张？就要看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大陆方面以及跟联合国之间的角力，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接下来的发展。但南海的危机是升高的哦。一方委员，我们在看到这个各种的民航机啦、舰艇啊、核潜舰啊，一直出现在我们海域的周边空中的时候，您所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氛围？这种东西是这样的，以前有时候会出现，可是你压力不会这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双方的关系还可以。你说像这种中国大陆的战机啦、战舰在台湾海峡出现的情形，以前有没有？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就有啊，更早的时候就有啊。但现在当然第一个是因为频率增加了，那个次数增加，然后呢那个数字规模也增大。然后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讲了，双方政治关系不好了，政治关系不好的时候，双方就会互相猜忌，互相有疑虑，就会提高警觉，那这样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严重这样子。我倒是想说一下这个所谓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要引诱中国大陆入侵台湾，然后习近平称他们不会掉入这个陷阱。美国政府当然要否认，你知道为什么否认？这表示美国一个阴谋，在乌克兰干了一招，现在你到这个台海在南海，你要再干一招，当然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是不好的，这一定要否认。这个彭德怀恩呢，他个人也要否认，因为他就如他所讲，这是私底下谈话，按照外交的这个礼仪的话。除了双方事先讲好，你不能随便向人家透露，尤其是这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很敏感的内容，所以他一定要否认啊。可是比较好玩的是，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没有否认，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他没有回应的话，我想有没有这件事情就不重要了。但是中国大陆至少代表他内心认为这样的讲法并不荒谬，深获我心。那我也其实我们在这里很早以前我就讲过，我认为台湾真的是很可能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北京不小心你要跳进去的话，那就中了，那就另外一个乌克兰了。可是我也讲过很多次，我说我不相信中国人会比俄国人冲动，我不相信习近平会像普丁这样的杀气腾冲。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台湾的问题存在非常的久，中国大陆对台湾有一定的看法，譬如说现在局势是不是到必须要翻脸，必须要兵戎相见。第二个，这个如果万一打仗起来，中国大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美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国际上其他大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反应？我认为北京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些东西都摸得一清二楚了，所以。北京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为他会非常谨慎小心。我要再讲一次，其实1年多以前我就讲了，北京不会掉入台湾这个陷阱里面。我不认为他会太样的愚蠢的去掉入这个美国人的这样一个阳谋。第二，我要讲这个菲律宾的问题这个布拉莫斯这个飞弹是在2022年的1月，他的海军跟陆军就下了订单。一个是这个海基就陆基的，就是反舰飞弹这个主要是反舰飞弹，但是当然它也可以这一型的飞弹可以攻陆的，可以攻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才交货，准备要交货。我要讲这里其实值得大家注意的，大家一直讲说马可斯上来以后，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关系就开始急剧的变坏记错了。这个2022年。6月30号，马可斯才上任，而这个订单是2022年1月份，杜特地在任的时候，他就下了这个订单了，譬如说这个他要买的这个陆基的反舰的这个布拉莫斯是2套，海军的岸基的反舰的是3套，一共买了5套。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应该是杜特地还在任的时候，就美国、印度就有说服他去买这个。这布拉莫斯的飞弹到目前为止，这2个国家在用。印度它是原始跟俄国人一起合作造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菲律宾。可是它的射程是300到500公里哦，它的弹头也是几百公斤，所以不能小看这一型的武器。我们要去注意一件事，其实这2年的这个所谓肩并肩的美菲的这个演习里面啊，美国已经开始引进的，譬如说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就在演习期间部署了爱国者飞弹，然后也把海马斯，这个飞弹这个火箭系统也引进了巴拉望这个群岛，那个岛，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开始把一个长射程的、精准度很大，然后移动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开始慢慢引进菲律宾。所以，美国现在不是只有在台湾要部署它的所谓的让台湾买很多的武器，在菲律宾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代的情势要松懈下来是很难的。是严老师，所以现在海峡中线已经形同不存在，所以是我们可能会看到潜舰，可能看到战机，或是可能看到军舰、舰艇出现在我们海域上吗？我觉得当然会啊。那我们的渔民现在责任非常重大嘛，过去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渔民在海峡中，这个台湾海峡所谓的捕鱼，其实是买大陆的鱼啊。那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的好朋友啊，买鱼的对象说，以后有什么资讯啊，传给我们一下，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买更多的鱼嘛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国防部啊也讲得出口这句话，就是你怎么能够，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买了这么多的设备还是美国什么最新的，然后最后啊说请渔民帮忙来看一下，那这个真的是，那你还不如把钱直接发给渔民好了我们买那么多这些设备干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糟糕。但大陆这样子来，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让你，就是第一个就是让国际社会都觉得说不用那么紧张，常常在做，那到最后有一天就狼来了，最后就会真的变成一个常态。那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好像一直每次都要有一点反应，要有一点反应。我们不反应，大陆会不会觉得说要更多才会有反应？结果还是没有反应，那到最后就是说，那他觉得很好啊，你们一直都没有反应，到最后有一天就直接攻进来了，说不定就像这个淡水这个渔船，不是这个大陆船只就直接进淡水河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国防部要去新的国防部长好好想一想。你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来处理两岸的关系，让我们老百姓不要每天看这种很奇怪的新闻，要不然就是大陆的进来，要不然就是要求我们做一些好像变成全民皆兵的感觉，包括渔船都要来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一直认为，大陆到最后可能他不会用最战争的状态，就用一个我们疫情期间大家最熟悉的叫隔离。然后他根本就用渔政他们的海警船来隔离我们，海警船做隔离不是要封锁，军队是封锁，海军是封锁，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是封锁，海警船不是，就不属于战争状态。美国连介入的借口都没有就是如果你今天是 blockade 封锁，那是属于战争行为，但如果你今天是 quarantine， 你想想看，甘乃迪总统当年在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那个国防部长麦纳马拉这个预防中最熟，也用隔离虽然我们到最后都把它翻译成封锁古巴，可事实上他们英文就是用 quarantine， 就是我们这个隔离。所以我比较担心是未来大陆的这么多工具，这么多选项，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应付？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将来未来可能最重要的部门是管碧玲他的这个好重要。海委会这个是第一线的了。以后我觉得我们要训练更多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要能够跟对岸的稍微有点对抗能力。我们不能每天都像这个顾立雄讲的说，都在监控当中，结果都在监控当中还进来了一部船，这像话吗？其实如果以国防部的反应，你会觉得好像还好吧，没事吧？不然就是说这个是机密，不能告诉你，我们会有掌握，我们都知道。再来说不用担心，我们继续加菜，我们继续发奖金，没事的。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如果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说这个目前解放军海军跟空军在台湾的西南方，还有就是东南方，就是台东的外海，西南方就是鹅銮鼻的外海，以及东北方就是宜兰的外海，那它是永久部署了
而且呢，它是任何时间就维持4艘的战舰在这个地方巡逻。他们的观点认为说，中国大陆是这样子一个建立起一个守备圈，也就是3面的守备圈。那守住，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在军事的现实上已经把台湾看成是它的主权范围内了。那因此，外国的军舰或者外国的舰队要进入这个主权的范围内，也就是24海里、12海里是台湾的哦，那就他们必须要把他们驱逐赶走，那么甚至要交战的时候就是把他们摧毁。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态势，基本上不管说用隔离也好，用封锁也好，其实就是把台湾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了。这个就是一个准态势，而且是永久的存在。这个就是宣布台海的以东24海里是中国的主权的领域了，然后24海里是毗邻区，24海里以外是中国的海军的活跃区，那也就是再往外推就是中国的经济海域，所以中国有权利在这个地方，那么去视为内海嘛？对，视为内海来阻止任何外国船舰对进入台湾领域里面的这种主权象征的这种行为。所以你日本的船，或者是美国的船，或者是你北约的船要进入台湾的12海里，那他们要把他们驱逐。如果你的空军要进入12海里内，那么甚至要再像以前一样迫降在台南机场，那很有可能就会被驱逐走。这个都是可能会发生，是我们要看未来美国会不会再说它有一架这个F-35战机，然后抛锚了迫降这个台中的清泉岗机场，我们来看看到时候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那这个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例如说，菲律宾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时间的演习就是16号、17号，而且是在马尼拉所谓的经济海域，也就是菲律宾的西部巴拉望岛这个海域，200海里都是经济海域嘛。那跟中国有毗邻区的话，那中间切一半。可是它的在美国、加拿大、日本、菲律宾4艘战舰在举行军演的期间里面，1艘菲律宾的补给船就过去了。那中国大陆这次很明显的就很强硬了，警告、拦截、强制登船、驱离走。所以小马可是承认他们这次的运补失败，就代表什么？解放军的警察就是海警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已经登上了菲律宾的公务船，而且检查完了以后不准他再继续往前走，就把他驱离走，然后他们的船就折回去。可是为什么这个船会折回去？因为他们看到后面那不是有4个国家要保护我们吗？美国、加拿大、日本跟菲律宾呢，有4艘战舰，不是要保护我们吗？他们不是从16号、17号就在这里举行军演了吗？不是就是摆明了海军要保护我们吗？怎么当我们被拦截、被强制驱离、被登船检查，中国大陆已经实施了他的行政管辖权的时候，那4艘军舰怎么都不见踪影呢？是回头看没有人，这样就走了，所以他们就这个颜面尽失的，然后就回家了。那小马可斯就说我们的运补任务失败。这也蛮尴尬的。